其實很多人對鍛鍊靈性的人都會有一些刻板印象，他們會說靜坐之後就會交不到男朋友，會變得沒有朋友，變得太理性、太清心寡欲，不懂生活。有人還會覺得靜坐是不是就代表要犧牲自己，放棄快樂？但今天我們邀請幾位從開始靜坐1-2年到已經靜坐10幾年的年輕人。為什麼你要戴墨鏡？因為我怕被閃瞎。還是你脾氣暴躁的對象都是他？以前互相暴躁，現在互相抱着這樣子。我先問他說，為什麼你會想要接觸身心靈？他要說，因為我非常討厭這個世界。那為什麼你覺得討厭這個世界？你不是用其他的方式來回應？你可以有很多種其他方式，為什麼是學身心靈？然後他就比出這樣。這支影片將會告訴你，真實的靜坐人生一點也不孤單，反而充滿歡笑、愛還有光。這是一位在學生時期特別迷茫的少女，每天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好想，只能想今天3餐要吃什麼。在學生時期我是一個運動健将，那自然覺得身體好像挺健康的嘛，然後成績什麼的也不是太在意這個東西。然後人際的話，又有很多朋友，然後當時又有一個穩定交往的男朋友，所以家庭又很和諧，你知道嗎？就方方面面都就是看起来那麼的就是順心，然後和平，很惬意，就是也沒有不開心哦，就還算是一個蠻平順的一個人生。但是就是覺得好像每一天早上起來就是思考最深刻的一個問題，就是待會要吃什麼。就是会覺得说，其實會很迷茫啊，就那個階段，就是對吃什麼迷茫，是對未來迷茫。對，都有因為每一天你知道，就是沒有什麼好思考的，就只剩下思考我等一下要吃什麼，然後也不知道有什麼好想的那種人生狀態，也不曉得自己該做什麼樣的就是行業啊，然後畢業之後要往哪一個方向走啊，然後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之下。當時我們滑的是面子書啦，不是什麼臉書、YouTube 這些，然後偶然就看到就是有一個體驗營的一個文案，然後就被那個文案吸引了，我就覺得好像可以過來嘗試看看。那嘗試後有什麼改變嗎？其實那個改變就是當下的感觸沒有那麼深，其實是回到桃園生活的時候，有發現到自己的那種心境上變得更加的平和，那種快樂。一直以來我不覺得我是一個不快樂的人，甚至于以前就是那种笑容跟那種熱情是更加的激昂的。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我看見那個時候的快樂居然可以不仰賴任何外界，比如說跟人之間的互動啊，或者是任何的成績啊，或任何的榮譽去換來的。換言之，就是那種自我快樂的能力可以增加。然後當自己穩定了以後，才能夠真正的幫助到有需要的人。所以你參加完的下一屆，你都把你的朋友帶來，然後同時你也當志工。對，就是把那個身邊最重要的人，先把他變成那個人，然後一起當一個快樂的船長，上了這船嘛。就是因為你的朋友也看到你的改變，就想說，小魚好像有改變，然後他也願意來，還是只是因為朋友的關係？他單純來踢館的，我覺得。他就想說，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對，他就覺得我怎麼。就是一個好像那個時候是暑假嘛，就一個暑假不見，因為我們參加完營隊，我們就各自回馬來西亞就回國了，然後再回來的時候，他就覺得，我當初認識的小魚到底去了哪裡？他就一下子接受不到，就哭了，他就覺得我怎麼改變那麼多，然後他就覺得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地方，他一定要好好的來了解，好好的就是去理解。到底是怎麼樣的環境，怎麼樣的事情把我就是徹底改變？但那個時候其實我也不覺得我變了什麼，可是就給人家一種這樣的感覺，所以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是一件蠻神奇的事情。但我剛剛聽到這個，我突然想要問就是因為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說你身邊的人，然後突然改變，然後可能家人就會開始慌張，即使你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那他就覺得，好像跟我之前認識的不一樣。那你覺得，就是如果你要想要開始改變，然後你也會擔心周圍的這個事情，那要怎麼辦？這個時候，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學習，就是把自己的靜坐做得更好，因為這個時候你才能夠有一個就是明辨，就是真的是明辨是非，什麼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有的時候別人的眼光，他不是太過于就是需要值得我們去care， 或者是說放在心底的一件事情，而就是透過靜坐，它能夠讓我們自己更加的去清楚你人生中真重要的那個目標。然後當你就是很專心极致去追逐那樣東西的時候，其實你散發出來那個感覺不會是奇怪，別人會覺得哇，我這個人超有魅力的。所以就我要戴墨鏡了，有人被你吸引了。唯有一明珠，久被塵勞鎖。今朝沉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靜坐就是幫助我們去除明珠上的灰塵，讓我們的心重新閃耀光芒。而他則是被這道光吸引，誤上靈性賊船的暴躁少年。那你再介紹一下你的船友，因為你來用愛的語言來 cue 你的船友。你嗎？沒有啊，愛的船友這是怎麼辦到的？之前他是我的同事，我們是同一個機構裡面的同事，這樣子，就是覺得自己心浮氣躁的，然後在處理事情方面也沒有處理到很好，這樣子。你也知道，就是年輕人就開始在想說，靈性方面這些東西，然後就是剛好想到，是不是可以學靜坐，來讓自己可以改變一下自己這樣，然後做一些改变這樣子。然後我就問他，什麼東西？你是不是在學靜坐啊？是不是在學冥想啊？那到底不要？那不是為了法，不是把妹嗎？你现在真誠的回答一下。是嗎？是？对，你自己講。沒有，那個時候真的是為了自己的內在的，真的還沒有 feel 這樣。那個時候沒有 feel。對，還沒，應該還沒。真的嗎？私下再有。好，當做沒有。沒有啦，那個時候沒有。那個時候我們就是算不看不順眼。就說還是你脾氣暴躁的對象都是他？經常吵架嘶吼，因為我們都是火象星座。以前互相暴躁，現在互相抱着這樣子。哦喲！所以要去拿了。就知道為什麼要準備墨鏡有多重要了。當人開始接觸靈性之後，心裡的那場狂風暴雨會慢慢的平靜下來，然後出現一種從沒感受過的寧靜。當心不再被情緒牽着跑，我們終於有餘裕去看見他人、理解他人，甚至願意去服務他人。透過靜坐，然後斷食，然後就想說要怎麼樣才幫這裡做一些事情這樣子。那個時候，對，然後就開始從當斷食營的那個志工，可能，然後6日過來幫忙這樣子，然後我都可以跟大家說，我是星期1到星期5都要在工作，然後星期6、星期日就是我是那個星期6、星期日的志工，那個假日志工這樣子，對。我每次想說，Joga寶浪他不是還要上班，然後怎麼下班之後，因為我們之前有營隊，然後他就開始幫忙洗鍋子，想說他不累嗎？他之前還要請假來當志工。哇，他這次也是請假當志工哎。算是啊，对啊，是啊，对啊，就是觉得不錯啊，反正來這裡可以幫忙啊，對，營帶好了是不是可以盡情的閃，是不是？但是因為比如說有些人會覺得說當志工會犧牲很多自己的時間啊，比如說金錢，像Padmini就是犧牲金錢，
然後你覺得有什麼好處？就是對你來講，其實我覺得就是來這裡服務的話，其實不算是犧牲呢。我覺得就是你算是一種療癒吧。他就是来這裡，他不算就是你回去過後就是這個身體很累怎麼樣好像沒有做到什麼事情，好像很空虛的感覺。有些人就是來參加活動什麼之類的，就很容易空虛那些。但其實來到這裡過後，就是你看到自己的環境，看到自己的人，然後看到自己就可以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就覺得我其實是來這裡來充電，然後來療癒的，幫助大家也順便就是做服務這樣子，對。服務讓我們的心得到更深層的療癒，也讓意識向外擴展，看見了比自己更廣闊的世界，也開始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角落，正在默默地承受風雨，而他就是那個看見並願意行動的人。一位長期關心社會議題，也用行動溫柔改變世界的修行者。然後我記得你在營隊過程中有就是講一堂課嘛，然後那堂課就是有關現在的就是社會議題，就比如說年輕人，然後工作，然後只能住一個很小的房間，然後又貴得要命，或是就是明明工作累得要死要活，但是薪水就少少的。然後你在準備課程中的时候，是不是覺得很心痛？其實非常心痛，而且我今天就是手機滑開又看到一個，就是在那個大安信義區8000塊的房子，然後是廁所中的廁所，然後那個廁所全部那個牆面啊，還有天花板跟地板，全部都像你知道那個舊式的廁所不是都白色的瓷磚嗎？全部都是那個形狀，然後超級小，然後廁所也那個，就是你進去了，你知道在那個魔術方塊裡面都是白色的，然後你就覺得很可怕，而且還要8000塊。這樣感覺很容易得憂鬱症哎。沒錯，就是會有很多的，而且又在很市中心裡面。可是你知道這些北漂的人啊，就是他們真的就是为了想要賺更多的錢，想要得到一些更多的資源，所以他們不得已只能北漂到台北，然後就去先住一個比較小的地方，然後想要去打拼自己的事業，然後讓自己变得更有成就。所以我覺得我在聽那堂課的時候，我其實覺得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瑜伽靜坐，然後吃素斷食都有點像在為了自己更好，然後有點可能跟社會脫節，父母也會擔心。但是其實因為我們在營隊中也有非常實際的課，就像你給的那堂課，然後提出現在的問題，然後如何用大家靈性的力量去解決。對。我突然詞窮了。這個世界需要我們更多的溫暖，而他用一趟趟飛行，只為讓世界多一點愛。然後，但是你之前不是都會特別坐飛機，然後從新加坡跑來當志工，然後志工當完之後又跑回去，為什麼你會願意花機票錢，然後來當志工？对，而且當時候同批的，我們有時候可能是3、4個一起，都是從海外新加坡、馬來西亞飛過來。我覺得是可能這裡有一個機會，就是辦這樣子的學生營，然後呢還有很多的學生願意來參加，所以這是在可能我在新加坡就是沒有的一個機會，就是不會有很多的年輕人想要接觸靈性。那在這裡呢，剛好有這個機會、這個契機，所以我們也很願意的，就是付這個機票，就是特地飛過來。無私的愛就像一縷光，它不求回報，只是靜靜的照亮需要的地方。有些愛是從幫助別人開始的，而有些光則是在黑暗裡誕生的。它的故事就像一朵在黑夜裡盛開的花，黑暗從未奪走它的光。記得你在分享的時候有一句話就是讓非常多人流淚，你要不要稍微講一下？就是學員跟我分享說，我先問他說為什麼你會想要接觸身心靈，他就說因為我非常討厭這個世界，就是用一個非常冷漠跟這種語氣在講，然後很喪。對，然後我一聽的當下，我其實沉默了3秒鐘，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你覺得討厭這個世界，你不是用其他的方式來回應？你可以有很多種其他方式，為什麼是學身心靈？然後他就比出這樣，然後我又沉默了3秒鐘，我就當下我就會自己心裡很有感觸嘛，就是我們雖然可能這個世界曾經很用一種我們可能會受到傷害的方式這樣對待我們可能很受傷，可是我們心中還有那一絲絲的愛，然後哪怕它再渺小，可是因為那個愛，所以我們願意站起來，我們願意去尋找生命的出路這件事情。然後這好像也是我當初想要接觸的契機，就是他是說他還有一句他說，因為我不甘心，然後又是用一種很沉穩的，因為我不甘心。那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你当初有什么接觸？我覺得也是在一個很低潮、黑暗的狀態，然後那個感覺是很深很深的墜落到一個深淵，然後我覺得是失去生命力這個東西，完全失去生命力。我雖然活着，雖然有呼吸，可是我感受不到我現在的生命，就是完全感受不到我為什麼。就是有一點像半就是對，真的行屍走肉的狀態。然後就在這個契機下接觸了靜坐，接觸了 Kirtan。我覺得是 Kirtan 很吸引我，就是當時候第一次是去一個道場，然後唱 Kirtan， 然後我當時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但他們就說這個意思 Bhavanam Kevalam 就是愛無所不在。然後我就舉起手，隨着那個旋律，沉浸在這樣的旋律跟波動當中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音樂更的另外一個面向。可能以前聽的流行音樂是抒發情緒，或者是要宣洩，可是這個音樂讓我聽起來是很像一個媽媽的手嘛，在撫慰你。然後我就是一個很無形的東西在擁抱你的感覺，然後那讓我感覺到，哇，怎麼會那麼的，而且又閉上眼睛，又覺得，我有時候感覺像在草地上，有時候感覺像小鳥飛在天空上。然後當時候第一次接觸這個音樂，我的確閉上眼睛的那個畫面都是這樣子，就感覺說，我好像重新回到一個小孩的狀態，然後回到一個很天真無邪的小孩。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請保持心中的善良，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請相信自己的力量，因為你不知道誰會因為相信你而開始相信了自己。當一群善良的人相遇，世界就會亮一點。可是有時候在找到那份光之前，我們都得先穿過一段很長的孤獨。我跟我妹有討論過這件事，就是我們討論過，我們求學路上其實都是比較孤單的那種人，然後我們其實是很感謝這件事情，因為孤單，然後你就變成說你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可以沉澱，然後凡是看到什麼事情你都可以去思考。然後我覺得我就是這半年多这1年，然後就是反正一起做服務什麼的，就跟 Pratikta 的 RPA 這樣一起做服務。然後我真的覺得有 Pratikta， 然後一起做服務，然後我真的體會到什麼叫如虎添翼耶！就是我真的是這半年來我超常浮現這個成語的，然後就會覺得哇，原來可以這麼爽，就是很像原本你一個人孤獨的在一個道路上前行，然後你知道你很堅強，你也知道你很脆弱，但是你都還是可以持續的向前。然後現在有一個感覺是很像的人，他也在自己的，不能說是自己的，都是雖然我們都是走向同一個地方，然後但是他也是曾經有一段很長的都是自己一個這樣子的狀態，然後但是他也是很堅定的在往前走。然後他所帶的資源
就是他，因為他已經耕耘了好幾十年，所以他帶了很大的資源跟很大的決心那些什麼的，又很堅定。然後我自己也很堅定，然後也一直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就真的覺得，真的就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然後就會覺得接着欠你吧，我就會覺得，這甚至改變了我的戀愛觀呢，就會覺得說，我要就是我已經，反正我從小就在想着要怎麼幫別人，而且甚至我做很多事情，我都是別人的事情先幫忙完，我才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在開始靈修之後，我還很認真的跟我自己說，我要練習怎麼自私，我要練習怎麼照顧我自己，我得先把我自己照顧好，我才去照顧別人，所以我需要去學習怎麼照顧自己。所以在这樣的情況下，就是你很少能遇到其他人是也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去為整個別人服務，或是為了集體社會服務。然後當你遇到這樣子的人之後，你們所帶來的資源又可以一起去創造出一個更大的東西出來，然後你就真的覺得好爽，然後就會覺得這不是只有我在友情裡面想要的東西，這是我覺得這是一生中你想要找一個伴是同樣的持續在做這件事情的。哇哦！哇！恭喜！来梦境伴侣，有对象都沒有。你剛剛我被友誼閃到，我是戀愛閃到友誼。這就是靜坐最美的地方，讓一束光遇見另外一束光，讓心與心相連。靜坐從不是讓我們遠離人群，而是讓我們更懂得去愛自己，去愛他人。靜坐從不是孤單的事，它讓我們彼此成為光，一起照亮這個世界。想下班了，好，大家也沒發現我沒有分享。沒有，如果大家想要聽我分享的話，就來學聲音。就是呢，來參加學生營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認識大家，就是你可以結交到很多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個是第一個，真的。然後我就在這邊認識了這兩位，姐妹淘，閃亮三姐妹。然後還會認識，就是有一些人會，就是要讓別人戴上墨鏡。對。所以就是，雖然這不是服務的目的啦，但是有時候就有像你在路途中過程中，你可以撿到很多寶。對，你不知道你撿到的寶會是什麼。對啊，說不定就撿到了一個對象。家有一寶。我剛剛突然有一個感覺，我覺得為什麼我想到為什麼就是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回來，是因為我看見就是當初的那個迷茫的自己，就是經過這個營隊的洗禮之後，心中的那個火苗點燃了起來，然後一直持續的走在這條路上，然後就做一些就是修辭啊，然後去實踐就是不同生活層面的一些習慣。這個火苗它就會越燃越大，然後大到就是你有能力，你知道，就是如果一個很小的火苗，它是沒有辦法去綁住，就是其他的就是那個種子去點燃，然後這個火苗越大的時候，它就有能力就是去影響到身邊的人，一個人心中它就有這個種子，它就有這個火種，然後它本身就有這種就是能夠去燃燒的這種應該是說一種天性。然後借由就是假使它的那個服務，我覺得它就像空氣一樣，如果沒有了空氣，它可以點燃，但是它又很快熄滅，可以點燃很快熄滅。它怎麼讓我們這個火苗可以源源不絕的，就是一直延綿下去？它就是得要透過真的一直往內走，以及這個服務，它才能夠就是繼續像我們一樣燃燒吧。所以學生營。等你來，等你哦。就我會覺得，其實我們每個人原先跟每一位學員其實都一樣，就我們也都是坐在這裡，然後等待別人來服務我們，來點燃我們的人。然後可能我們被點燃了之後，剛好在點燃的那瞬間也被加了很多氧氣，所以我們對於成為那個火苗也有很大的渴望。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然後我覺得也很有趣，是你在服務的過程中，你會
因為你願意做服務，所以就是各種的因素也都會來協助你成為一個更大的火苗。最後已經不是火苗變火災。不錯，火災。不是，最後你就已經成為那原本的光了，你根本不用去 care 你的火到底長怎樣。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Namaskar。